個邊，我探媽吧。你講咩啊？我聽唔明白啊。你說什麼呢？我聽不明白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I don't get it. 我上面說的幾句話對於你來說是優質的語言輸入嗎？一定要看到最後，有彩蛋哦。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在美國開中文興趣班的 Masugi， 在這裡跟你聊一聊在海外培養孩子中文那些事。上一期給孩子聽到的中文質量有高有低的視頻裡面，我提到了中文輸入的質和量的概念。今天我們就繼續來聊一聊，怎麼樣的中文輸入對在海外生活的華人孩子來說算是優質的呢？一提到優質的中文輸入，你可能會聯想到像播音員那種字正腔圓、用詞華麗、一字一句都精確到標點符號的才叫優質。放心好了，真的不是這樣。哪怕是一個有口音的山東老太太，只要她跟孩子說的中文符合以下3個特點，我們都可以稱之為優質的中文輸入。第一，優質的語言輸入是孩子可以理解的。你有過一個去不同語言國家遊玩的經歷嗎？假設你去韓國玩了1個星期，你確實聽到了很多韓語，但是你學到很多韓語了嗎？沒有，因為你一句都聽不懂。對於你來說，整天在耳邊blah blah blah的那些韓語，跟馬路上的汽車聲一樣，都是白噪音。換位思考，你就明白孩子的感受了。當孩子聽到一段中文，他完全不知道這段中文說什麼，對於他來說，這就是白噪音。但是如果孩子聽到了一段中文，他就算是連猜帶蒙，也明白了這段中文的意思，那這段中文對於他來說是可以理解的。只有理解了意思，他的小腦袋才會把剛才聽到的這段中文裡的詞彙、句型、語感、表達方式等等等等，存進他的潛意識裡面，留到以後用。因此，優質的語言輸入應該是孩子可以理解的。第二，優質的中文輸入應該是能獲得孩子的注意力。電視機裡的播音員用非常標準的中文講述着現在經濟的趨勢，東西又貴啦，房價又降啦。假設你的孩子的中文非常好，這些他都能聽得懂，但是你覺得他會感興趣嗎？他會端着小板凳坐在電視機前津津有味地看起來嗎？他不會，他早就跑掉了。這個時候你一轉台，轉到你孩子喜歡看的頻道，你猜他幾秒鐘之內會出現在你的面前？我的孩子是5秒。他能端着小板凳在電視機前看多久呢？我的孩子如果不干涉的話，多久都可以。這種情況我們做家長都司空見慣，不用我解釋，你也明白，孩子的注意力就是孩子學習的動力，只有他感興趣的東西才能跑進他的腦袋裡。我當然不是叫你一整天給他看他喜歡看的頻道，或者是每一次跟他講話都要他100%的注意力。我只是想表達，只要孩子能夠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當下的語境中，那他聽到的每一句中文都算是優質的。第三，優質的語言輸入應該是能讓孩子進步的。假設你的孩子學會了從1數到10，那從現在開始，能聽懂別人從1數到10，對於你的孩子來說，已經一點難度都沒有了。如果不增加難度，一直讓孩子聽從1數到10，他確實了符合優質的中文輸入第一點，孩子聽得懂，也符合第二點，孩子就很喜歡數數。但是孩子的中文沒有進步啊。你想要孩子的中文有進步，那就要在孩子學會1之後，慢慢的往上增加難度。例如說，一個蘋果，一個紅色的蘋果，一個紅色的蘋果在樹上，慢慢的增加難度，但是又不能一次增加太多。你不能說孩子剛剛學完1，你馬上就來一個蘋果在樹上，太高了，我夠不着。你的孩子也有可能因為夠不着而覺得中文太難了，洩氣了。因此，優質的中文輸入呢，應該是在孩子原有的基礎上再增加一點難度，讓孩子有所進步。一句話總結今天的內容，優質的中文輸入應該是能讓孩子聽得懂，能獲取孩子的注意力，能夠讓孩子進步的。
利用这3点特征来审视一下自己给孩子提供的中文输入是否优质。如果你的孩子有去中文兴趣班，你也可以用这3点来观察一下你孩子的老师跟孩子说的中文是否也符合这3点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可以及时做出调整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利用孩子还愿意听我们说话，还愿意去中文兴趣班的宝贵时光，增加他习得中文的概率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 Misugi 给孩子提供优质的中文输入太难了吧？在这里 Misugi 教你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法，就是给孩子读绘本。绘本里的图片能够很好的帮助孩子理解绘本的内容。孩子自己挑的绘本肯定能抓住他的注意力。绘本里的书面用语对孩子来说是个很好的挑战，因此给孩子读绘本完全符合了优质的中文输入的3个特点。如果你认为优质的语言输入还应该具备其他特点，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非常好奇，想要知道。片尾有彩蛋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你个别我他妈吧，这句话我是用家乡话说的，你完全没听懂，它对于你来说是劣质的语言输入。你講咩啊？我聽唔明白啊。这句话我是用粤语说的，如果你喜欢看港片，你喜欢粤语，你听懂了，但是你不会说，那这句话对于你来说是优质的语言输入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明白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I don't get it. 这2句话我是用中文和英语来说的。假设你都听懂了，但是不感兴趣，也太容易了。那这2句话对于你来说不算是优质的语言输入。今天的内容你都学会了吗？